大家好，我是车小陈啊。如大家所看到的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就是这3款市场上关注度非常高的自主 SUV 的横评。但是，现今谁才是这个消费区间的主力群体？我又该拿什么样的标准来对比这3台车呢？没错，就是像我这样活力四射的90后人群。所以我动用了我全部的家族关系，组建了一个最不专业但最有发言权的90后评车团，来带给大家一次不一样的横评体验。来吧，评车团出场。好了，我们4个人的90后评车团呢正式成立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任务就是选择一款适合我们90后的 SUV 车型。我先给3位姐姐简单介绍一下这3款车型。吉利博越 Pro 这个市场中常青树车款，上市以来呢持续热销，数次改款之后呢，已经有了非常全面均衡的产品力了。长安 CS75 Plus 目前在市场中是王者一般的存在，外观大气时尚，功能配置丰富。1.5T 的蓝鲸动力据说很厉害哦。全新荣威 RX5 Plus 关注度极高的市场新星刚刚上市，从目前的各路媒体反馈来看，好评如潮，大有重新建立市场秩序的实力。姐姐们怎么样？第一次当汽车测评官，心里激不激动？激动！你赶紧着吧，我们下午都还有事儿呢，没时间跟你在这闹。得嘞，咱们马上开始第一个测评环节，我就喜欢。设计呢，无疑是我们90后最为关注的产品点之一。我们拒绝庸碌，能抓住我们的眼球，才能赢得我们的认同。所以呢，每个人都会获得5张 like 卡，大家可以张贴在这3款车上任何位置，来代表我喜欢这个设计，看看谁能符合我们90后的心。走起！这车外观内饰都可以吗？当然，只要姐姐喜欢就好，任何你喜欢的位置都可以给她投票。我这第一票啊，必须投给这个全新荣威 RX5 Plus， 这星耀龙鳞格栅啊，太战斗了，是我的菜。二姐，你从专业的设计角度来给大家说说，这个车尾灯设计怎么样？我就是单纯觉得它不那么俗。哎，小表姐，你更喜欢哪台车的设计啊？我觉得这些车都太阳刚了，不适合女孩子开啊。你换个角度想啊，你更希望男朋友开哪台车来学校接你啊？那这样的话，博越有点太老气了。这2台车还不错，但明显荣威更帅气。要是男孩子开呀，肯定特酷。嘿，还挺会给男朋友选车的啊。让我们来看一看啊，最终博越 Pro 获得2张 like 卡 ，CS75 Plus 获得7张 like 卡，全新荣威 RX5 Plus 获得11张 like 卡。谁的设计更能赢得90后的青睐呢？一目了然了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进行第2轮对比。作为90后啊，我们个个生机勃勃，热血激情。对于动力的要求啊，那是必须的。但是动力好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，要刹得住才行。所以姐姐们，看我第2个设计项目，保持车距。其实规则很简单，我带着姐姐们以几乎满载的状态下完成0-100的加速制动测试。第1台车完成后做好本车标记，下一台车超过标记则直接淘汰，未超过标记则记下本车标记，直至所有车完成测试。为了公平，我们采用的都是 1.5T 车款，且不采用弹射方式，直接油门干到底，看看场上最后留下了谁的标记。第1台车我们测试的是博越 Pro。从发动机参数来看啊，是这3台车中最弱的，但是最终成绩并不完全取决于发动机参数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动力响有点慢啊，宝贝儿，犹豫了一下才发力，发力也很柔，好处呢就是加速很线性，不紧不慢的节奏。让我们稳住，看看结果如何。长安 CS75 Plus 1.5T 车型同样采用的是6速自动变速箱，动力上呢比博越 Pro 多了1马力，看看是不是会一样的拉胯。让我们试试看。能
能明显感觉到啊，CS75 Plus 的起步动力响应更快，动力输出呢也更猛一些。蓝鲸动力可以的，让我稳住刹车，看看龙头挑战成功。全新的荣威 RX5 Plus 搭载 1.5T 高功率发动机，匹配唯一的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拥有同车中最亮眼的动力参数表现，搭载更高级别的米其林 PS4 轮胎，可谓是一身神装了。到底动力表现如何，还得实力说话。我们走着。确实啊，起步很猛，动力响应很迅速，要比那两台车更快。动力衔接，双离合的动力衔接也很快。让我们稳住刹车，看看最终成绩如何。怎么样，姐姐们？跟我测试了3个车，感觉如何？我感觉想吐。这车的加速感确实是最强烈的，感觉特别有劲儿，而且它动力感也是持续不断的。懂啊，二姐，不愧是玩过摩托的人啊，感受很准确。我觉得整个加速过程也很舒服，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顿挫。没错啊，大表姐，这台车变速箱采用了全球首创的3腔蜂巢科技啊，说太深了你们也不懂，就是通过更巧妙的设计啊，让这台车的变速箱拥有更平顺、更高效、更可靠的表现啊。简单5个字，好用且耐用。去哪儿啊？去第3个项目啊！我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特别有诗意的名称，叫“无畏崎岖之路，笑对坎坷人生”。你说人话。好，我先问你们啊，咱们回归本源，除了这些功能上的配置，你们在乎车上的哪个属性呢？舒适性。确实啊，您上车就睡，舒适性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他说的也没错。一台车不能只为一个人服务，老人、孩子啊，全家人都需要乘坐，甚至还有朋友、同事，舒适度啊，对谁都很重要。对，我也很认同啊，所以就有了这个项目。前面呢是一段很糟糕的颠簸路，3位姐姐需要分别在3台车上完成我们公司 logo 的拓印，看看哪台车可以让你们发挥出最大天赋，哪台车就获胜了。上车。从主观感受来看，哪台车的舒适性更好呢？好，来让我们看一看结果吧。全新的荣威 RX5 Plus 和博越 Pro 表现明显要好于 CS75 Plus。以我之前的试驾经验来看啊，博越 Pro 的舒适性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底盘滤震表现绝对有合资车的品质。但是全新的荣威 RX5 Plus 表现啊，真的有些超出我的意料。我没想到运动感这么强的车，舒适性居然这么好。而且我觉得全新的荣威 RX5 Plus 将舒适性和操控性达到了一个更高更好的平衡点，而不是完全像博越 Pro 一样完全被舒适性所妥协。但是没办法，这一局我们只对比舒适性，不对比操控性，所以博越 Pro 占了便宜。好了，3项测评呢全部结束，来让我们看看结果吧。其实呢，谁是冠军啊，并不重要。有心的朋友呢已经看出来了，这次呢我们所选的这3台车呢是这个级别自主 SUV 时代的变化特色。博越 Pro 曾经的王者，在几年前呢，它做到了面面俱到，将这个级别的自主 SUV 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虽然没有什么亮点，但是呢也没有什么槽点，舒适可靠，是个得力的伙伴。但是现如今呢，这个伙伴稍显老态，而长安 CS75 Plus 呢，它是当下的王者，
在年轻化的浪潮下呢，它生逢其时，运动化的外观设计和科技氛围呢，使它收获了大批年轻消费者的芳心。而市场表现也证明了，年轻化的设计理念才是正确的方向。最后呢，全新的荣威 RX5 Plus 呢，则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王者车型。它在前任的基础上呢，将年轻化的元素进一步提升，得到了全面的强化，拥有了更加精致帅气的外观。更智能的科技配置，更强化的动力表现，更全面的动态素质。随着年轻消费者的成长起来呢，这样的产品无疑对他们有着更强的吸引力。好了，这一期的对比横评呢就结束了，同时呢也要感谢我这3位表姐的参与。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，如果喜欢呢，我也可以考虑多做几期。还来，你自己弄吧。你自己弄吧。哎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，下次有偿，一定有偿。